各位好，欢迎来到赵团长观察室。有一个突发事件啊，位于赫尔松州的卡霍夫水电站大坝是遭到了破坏，下游的部分地区呢正在遭受水灾。目前呢，这个俄乌双方都认为是对方炸毁的水电站。彭博社说呢，这个卡霍夫卡水电站是被乌军炸的啊。与之相对，乌媒体说了，那是俄军炸的啊。究竟是谁炸毁了这座水电站？哪方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呢？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卡霍夫卡水电站。从去年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啊，围绕着这座大坝就发生了大大小小数十起冲突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也不断的有消息说这个水电站被俄军或者乌军袭击，但是只有这次是双方都在互相指责。这个水电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以至于俄乌双方不惜为此发动多次小规模的战争。咱们先从这个卡霍夫卡水电站的本身来说起。这个水电站是建于上世纪的50年代，位于赫尔松地区的蒂涅伯河下游，是克里米亚半岛以及赫尔松州缺水干旱地区为他们提供供水。这座大坝下的水库容积呢是有180亿立方米是世界上库容第2大的水库。而与此同时，该水电站还为扎波罗热核电站提供冷却水，那么在这个地区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如今这水电站被炸，对俄乌双方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？我们先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，这座水电站保证着克里米亚地区的淡水资源，而大坝被炸毁就等于是断了克里米亚地区的水资源补给。水电站完好的时候每天给克里米亚提供的供水量大概是4亿立方米，而水电站破坏之后，每天只能提供不到200万立方米的水，这对克里米亚地区的俄人民来说，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同时，俄军在水电站下游的战略部署也是功亏一篑，下游所有的军事准备呢都被淹没了。那这个水电站是乌克兰炸的吗？我们再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水电站保证着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冷却水，而水电站被炸毁，导致这个乌克兰瞬间陷入了核危机当中。再者，乌克兰呢正在准备大反攻，而这个卡霍夫卡水电站被毁，导致乌军原计划的反攻路线被更改，计划了许久的反攻又胎死腹中。最后是下游的乌控赫尔松地区直接被水淹了，所以乌克兰认为那就是俄军干的。这么看来这个水电站被炸对俄乌双方好像都没有好处，甚至会影响到当前的俄乌战略布局。那谁才是最后的既得利益者呢？还是认为乌克兰的可能性更大。这次水电站被炸呢，也是想起了1938年这个蒋介石对黄河下的手。当时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围攻武汉，炸毁了郑州花园口的黄河大堤，黄河也因此改道，而这次改道有效阻挡了日军西进的步伐，在战术上阻击了日军4个月，但是在抗战上却让这个抗日战争正式进入了相持阶段，成功的阻击日军3年。而目前俄乌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但是随着乌军大反攻日期的临近，乌军在战场上是节节败退，而为了赢得胜利更好的积蓄力量，也有理由相信是乌军炸毁了这个水电站，而为日后真正的战略反攻来做准备。当然这一切都是猜测，真相还是有待发掘，但是俄乌冲突目前还在相持，还是会继续维持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你的精彩评论。